大家好，我是李伟康。过去这几个星期呢，马来西亚政坛被一系列的爆料影片搞得天翻地覆。从沙巴州议员涉嫌受贿，到针对首相前政治秘书的指控呢，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关键人物。有人说他是英勇借币的吹哨者，有人说他是走投无路的行贿者。与其听外面的政治人物互相喊话的话，不如今天我们直接请当事人来告诉大家真相。今天呢，我邀请到了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Dato' Albert Day 刁建成来到现场。Albert， 欢迎你。伟康你好，大家好，我是 Albert Day 艾伯特。华语名叫做刁建成。先说你的姓，我其实姓刁在马来西亚其实蛮少人有，真的很少。好，所以当你说到姓刁的，可能就是那几家人而已，在马来西亚。好，那很多人都好奇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年纪轻轻你就已经有那个 Dato-ship 了，对，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头的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物了，读完书，在彭亨关丹出世，然后过后在那边当地读完书之后，就继续来吉隆坡读书，然后就毕业之后就开始做工先。我做工是是牵涉在买卖矿物，所以当我27岁、28岁，我就开始自己创业了，也是创业对于这个矿物的 mineral 我们说马来西亚对于这个矿物其实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涉及到的。我最开始是做买卖先，还没加入挖矿的，还没加入整个营运，就是说 mining 还没加入，还没到 mining 那个 category 那个层次的，只是买卖而已，就是说和 A 买，然后卖给 B 这样子，中间赚一个差价而已，就好像一个 trading business 这样子而已。然后过后有了一些小资金呢，就开始进入了自己申请开矿的地方，然后自己开始学习如何的去挖这个矿了，这样子。因为作为一个生意人很少人会在谈生意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片段录下来的。对，所以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你说的对啊，我这是走投无路啊。你说的对的，刚才我很赞成你说这句话，因为钱给了出去然后过后执照没有拿到我在这里我要重申一点这个很重要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项目，你知道吗？不是一个 project， 一个 construction 一个建筑 project， 还是一个卖东西给政府，不是。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执照而已，这个执照只给我们去探矿而已，就是说你只可以去当地那个地方你申请了，去找这个地方有没有出现矿物而已，这样子。资源我们叫矿物啦 mineral。 然后这个执照根本没有给你什么利润的，你不可以拿，不可以卖，不可以挖的。这执照是第一步我们去探而已。当然我们是一个公司，里面有很多投资人，在外国的投资人，比如讲在新加坡、中国、印尼都有投资人。所以我的工作呢，大家有大家的岗位，大家有大家负责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政治处理政治的问题，处理政府批文、政府申请的问题，这个就是我的工作了。你的公司你是主要的负责人吗？我是主要负责在这个公关这一块，政治这一块，就是说和这些议员和政府人打交道，申请执照、批文这些工作。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是没有这一层的，我们可能叫做公关的话，在马来西亚是不是不可能做到矿物的这个生意？你想都不用想完全不用想，因为这矿物的生意就是在领导了这些议员的手中的批文，都是在他们的手中，是他们就有这个影响力，可不可以去开这个矿物的这个开矿mining 的这个行动了。那我当然再接下去问的话，刚才我讲到只是公关嘛，问的白一点，你是不是没有经过 under table 给钱的话，你就真的是做不到这个生意的？我跟你讲，对，你说的事情非常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马来西亚的文化。你没有的选择，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一个小人物，我们都是跟着那个游戏规则去进行去玩而已，我们改变不到那个文化、那个游戏规则、那个潜规则不是我们定的，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了。但是为什么西蒙上台了以后，这个东西没有改变呢？他们一直说要反贪腐，这个东西应该是要不应该出现的吗？当你做反对党的时候，你就说是反贪腐哦。当你做反对党的时候，你就会说，好像以前行动党啊、西蒙啊、安华啊，为什么我在法庭我每次都会喊一个口号叫做 reformati，reformati 是改革嘛，我把它换成叫 reformati， 改革已死。他们讲以前我记得他们华语 reformati 是烈火莫熄，现在我告诉大家，烈火已经熄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熄了。当你是反对党的时候，你可以很大声的去说打贪哦，不要有贪污。当你是执政党的时候，你已经享受了个权利，你的贪念开始起了。这个贪念呢，你开始看到你的权利怎么去赚钱找钱哦，你会失去你一切以前的你的 principle 啊。这当然也是现有鸡跟现有大案的问题啦。会不会是因为你们这些商人去引诱他，让他你看从古代到现在，权力是在谁的手上？我每次说的，权力在谁的手上？是在他的手上。权力，我们只是个普通老百姓而已。权力，他有这个权力，这个游戏规则是他来定的。有时候不是一定要他开口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他会经过旁边人和你开口的，不一定是他开口的，他会经过旁边人给个信息你的，你要不要花这样子的钱？可能他会说的很好听，这个钱是花在他会用捐款啊这种样子的名词啊，或者是支持啊这样子的名词。其实你问我，那个就是贪污，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贪污和捐款其实都是给钱，只是名词上不同而已，比较好听而已。捐款或者是支持是比较好舒服让你听到。所以当然你在这个行业，你的公司也每年都有不少的捐款要求了。这个就是好听的捐款哦，如果好听就捐款哦。毕竟你要明白，我是负责公关这一块，就讲和政治人物和这些议员打交道的，和政府人员打交道的。所以呢，现在在沙巴这个探矿丑闻上，我们说我们投资失败，是我这里开始，是不是？所以我就一路被很多人追究这个责任。尤其是我的这些股东啊、投资方啊，他们会觉得什么？他们会觉得可能是我 Albert Day 吃了这个钱，拿了这个钱，毕竟这个钱是没有单没有据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子想。但是我没有拿过这个钱，如果是我进了我的口袋，你怎么骂我，我可以承受。如果是这个钱真的是我拿了，我去享受了，而我去花了，如果他们来埋怨我，或者他们要对我采取法律行动，没问题。因为毕竟是我拿了我做了坏事嘛，只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把这个钱给了其他人，给了第三方，所以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要我负责整个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就说他们会怀疑我呢？这样子我今年还很年轻，我的人格，我以后怎么找吃啊？以后我怎么继续做我的生意啊？所以当我和这些议员要求拿回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要负责任，应该很难找，好像求爸爸子求真的是求爸爸子求。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如果你没有看到当今大马所发出来这些 WhatsApp 的这些 record 这些 screenshot 你们看到每天去求，怎么样啊？至少给回钱我啊，因为我拿那些钱，我是要和我股东交代嘛，我的投资者交代嘛，真的很累，那时候追到很累。过后他们也开始不接电话了，不理我了。这样子我就好了，这样子就大家一起死了，来一个以死网破了，就好像搞今天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把你的 WhatsApp 那些东西跟你的股东交代呢？你就可以跟他们讲到，你看这个不是我吃了的吗？这个是真的是给了的吗？这样他们起码也对啊，我有跟他们有交代过，我有告诉他们过啊。但是身为一个生意人，他们会不会听你说这么多东西？他们只是知道钱我给了你，你就要负责。这个就是生意人的观点。我有尝试跟他们说，这个钱去哪里？连 WhatsApp 有什么？为什么我拿那些影片，我拍那些那些我们说用 spy cam 用 spy cam 一直比，那这样子一直比，
哎，今天这支笔这 OK 吧？不是这个是 G2 来的，这个Pilot G2，白乐 G2 的笔真的很好用啊。对，所以我就在 Shopee 买了这样子的笔，应该是79块9，不到80块，然后我就开始这个 mission 了哦，这个任务了，就去拍。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想把这个影片交代股东而已，哦但是到最后我也没有拿这个影片交代股东，因为我觉得来个鱼死网破吧，哦，因为他们都已经不相信我了，股东也不相信我了，他们就叫我负责，所以我交给执法部门会更好了。这些就算他要控告我，我也没担心啊，现在完全不担心啊。今天我们录这一个影片的时候是12月17号，星期三。对，这2天前，Albert 你也面对了很多铺天盖地的那些新闻啊。对，尤其是你上了洪伟翔的访问以后，那个声浪就更加大。对，跟大家交代一下这几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吧。哇，这几天真的新闻很多，然后警方又出了一些声明说还没有找到证据，我就很敦促警方不用这么麻烦去找证据啦，把那个 CCTV 那个 recorder 所拍到的放出来就算了吧，不用这么麻烦再去找证据啦，找什么证据？对不对？然后昨天警方又再来我的家警方的调查员再来我的家第3次了，这个是更详细的调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的 CCTV 在哪里啊？然后加上昨天我才知道原来他告诉我当这个反贪污委员会他们才来 ambush 我的家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带着 body cam 的。我说更好啊，有 body cam 就把 body cam 也放出来啊，对不对？然后加上昨天他给我他拍有一些照片给我认，叫我认人。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认照片呢？你为什么不开那个 video 出来啊？你就把个 video 播出来给我认更好吗？看他们有没有拿枪指我吗？为什么要把那些 video screenshot 给我认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不明白到现在。然后我就问他我的 CCTV 在哪里？他说先交了去警察的 forensic。我说那个是我的，你交什么 forensic？ 我也把我的这些密码和我的那个 username password 和 username 我都给了警察，警察可以进去看的吗？干嘛先去 forensic？ 所以我在这里我和各位观众说一声，我很担心。会不会迟点警察说我的 CCTV 坏啦，那个 recorder 坏啦，或者是不小心不见啦？所以在此我要希望各位做一个证人啊。为什么那个没有上 cloud 的吗？那个你的 CCTV？ 我的 CCTV 有一些年纪了，因为当时我搬去人家都已经是10年前了，人家，所以我还是用比较旧款的 CCTV。但是它是还function得很好了，因为前几天当反贪污委员会来 ambush 我的时候，几天前我还有开来看的，因为我怀疑有一些人在我的家门口经过，所以我就有开过来看的，是不错的，可能看到蒙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啊。所以你都在整个过程中呢，警察明明是有一个很直截了当的解决方式，对，然后呢他们就硬要搞到很复杂这样子。对啊，我不明白啊，2-3个星期过去了。拿那个 CCTV 出来，那个 recorder 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明。看是谁讲骗话，谁在撒谎。你们到底怕什么？这么一路收着我的 recorder？ 你在洪伟翔的那个访问里面呢，你有描述了当天的那个情况。对，当事人在这里。我可以讲一讲。虽然那个，我觉得虽然那个可能是你很不想提起的东西。对，我其实我也是重申一点，就是在政治上，广东话叫做我不及猜疑啊。我不及猜疑，冇錯。你可以来 attack 我啊，可以来攻击我，但是不要搞我的家人。好像上次打飞机那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恶劣。你可以攻击他，你可以去打他，可以去要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你不要去伤害他的孩子。你不可以叫一些戴着面具的人，就是去打针。我记得是打针的，可能针在孩子身上嘛，到现在还不懂，还没查出来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到底那些针里面是什么液体，都还不知道嘛。你看在我的事情上他们进来过后，他们拿枪指着我太太，指着我老婆，抢她的电话。把他拍下的视频给他删掉，然后他还去，因为我的太太是用 iPhone 的嘛，他还去 recently delete 把它 delete 掉，完全找不到任何证据出来。马哈迪老马那么坏的，好了，大家觉得他很坏，是种族主义者这样子。
他有一点我称赞他的，他动安华98年1998年，我在洪伟祥当天的直播我有讲，1998年他动安华的好啊，他没有动他的太太，他没有动万阿吉莎，他没有捉万阿吉莎，没有用枪指万阿吉莎，没有动到努鲁伊莎，没有动到他家人。他捉安华的好，对，是一个特种部队，然后我们广东话叫飞虎队嘛。他出动他的飞虎队啊，去捉安华的好啊，他也没有上安华手铐，没有叫趴在地上上了手铐。但是他来我家的时候啊，他们一包门的时候啊，我们旁边有个窗口嘛，我就开了个窗口，就和他说话。我说那个门给你们包到开不到了，因为那个 safety lock 啊，你一抱他的时候，他的 safety lock 是很敏感的嘛，他就会绑死啊。他绑死了啦，他开不到了都已经，然后他不理，他一路拿枪指着我，一路拿枪指着我，叫我开门最少10次。他说不嘎，他把枪就指着我。我看到这个人，他其实是要，我觉得他如果我家里没有人呢，他会开枪的。这个人，他眼神出卖了他。所以昨天警察叫我认人的时候啊，那张照片我认得出他。even 他是even 是他。在选帽，戴着那个是那种我们叫做巴拉拉法，就是好像那种恐怖分子戴那种，真的是剩下眼睛而已。然后我们街边我们看到各草他有戴那些，只是看到两粒眼睛而已的哦。然后有穿着一个外套，我认得这个人。昨天的相片里面我都认得他，因为什么？他喊了我10多次叫我不敢，不敢。然后我讲不干，他叫我去pintu belakang，pintu tepi，不干。然后这个第二呢，这些我在洪伟祥没有讲到的，因为这些我昨天认人的时候，警察问我口供的时候，我又记得更多了。我出去的时候，第一次我在我家出去的时候啊，我2个手拿上来的嘛，拉弯，我2个手拿上来的嘛，上车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啊，他特地锁我手铐，锁我后面，在我家出来说特地锁我的。OK， 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说刚才搞事。Tadi kamu buha, sekarang saya mau gali kamu belakang。他会讲这句话，所以我很认得他。然后我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说话嘛，在吵嘛，因为他们有很多枪指着我嘛。我说6把枪啊，其实可能我说少了。我昨天我在回忆起来，因为每个人进来第一时间用枪指我，每个人进来都用枪指我先。哦，然后为什么我这么认得他这个人？我回到反逃委员会的时候啊，不成了反逃委员会啊，这个人他用出口骂我华文，可以讲出口吗？这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他讲什么？他讲是有你mengarut啊，还在讲我，他讲我讲废话，还有我讲废话，因为我们不同车嘛，我们回到去的时候，他们是坐一辆 van 的嘛，他们是这个特种部队是坐一辆 van 的嘛。一到的时候，我锁着手铐，然后他也有下来嘛，他就讲kamu ni mengarut啊，kamu ni banyak cakap。看我说很多话啊，mengarut讲废话，banyak cakap。然后他和我说啊，这个是他和我说的，我刚讲，他骂我懒觉，懒觉了路，他最少骂我4、5次。昨天我在警察的口供我有注明的，同一个人，所以我很记得他这个人，所以我认得出他。就算他如果在我面前呢，他带回他的那个我们讲那个 mask 全部都好啊，他出声我都认得他，是因为他很过分嘛对我。哦 ，OK， 再讲刚才他爆了门进来的时候，他就用枪指我，叫我趴着，全部每个人进来用枪指我，然后就叫我他拉我2个手去后面，用 cable 带来绑我，不是手铐哦，手铐还有位置呢嘛，啊，我戴了手铐几天，我知道手铐啊，你还有一个空位在这里嘛，可以这样子动嘛，对 ，cable 带没有的 ，cable 带是2个手真的是把你绑着，那个像恐怖分子啊，像我们看美国啊，SWAT 啊，我 SWAT 那些戏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趴在地上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下面一间房间是我的岳母，我太太的妈妈，我的岳母，mother-in-law啦，他就一脚踢那个门，踢了门也是拿枪指在里面，哎呦！但是里面怎么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的岳母都有给口供，昨天都是发生这个事情啊，都有告诉他70岁啊，我岳母老人家，还有我的子女12岁在房间里面，哎呦哦，连昨天我才知道。连我的女佣都有被枪指，我的女佣也给口供，她也被枪指。我的女佣你知道吗？还有3个人进来，第一个一开门用枪指她，然后他还看到我的后面门啊有那个laser 啊，
他讲他知道是枪来的，他相信是枪来的。讲那个雷射有青色雷射一路在那个门那边烧来烧去，烧来烧去。这个后面那个门烧，他看那个雷射，他讲他不敢走过去那边。他知道外面有人，应该是枪来的。他讲，你想他多么的恐怖。可能我家里应该有大炮嘛，那边或者有什么炸药了，应该所以很过分啊，真的很过分，他们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如果是对任何的相信法治的人来讲呢，都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事情来的。我们时常看那些香港的电影都好，他们如果 ICAC 来找你的话，可能是不就跟你说，有这个 case 上来吧，因为今天 Albert 他不是一个什么抢劫犯着，他就是一个白领犯罪而已。对呀，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到这样的一个武力去恐吓他，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羞辱你。你看1998年啊，当老马出动这个飞虎队去爆他家去做暗华的时候，全世界都在骂，全世界我们全部人在骂，为什么要做暗华？他是一个前任副首相、财政部长，为什么你做暗华要出动这样子的人物，这样子飞虎队去做？为什么？今天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你做我 Albert Day 啊，你要出动这样子的这种部队，特种部队来到我家，飞虎队，你要明白，知道吗？我家里啊，我一个成年男人而已了，18岁以上的男子我一个人而已，我的孩子才13岁，我的太太是女的，我的工人菲律宾女佣是女的，我的岳母70岁女的，我的女儿10岁是女的，我的侄女12岁是女的，整间家里面7个人呢，只有我一个称得上成年的男人而已。你为什么只进来我家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非常的过分。他们能够出到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话，我当然可能不是安华自己下令了，他可能也不是阿赞巴基自己下令，我相信就是他们有。你觉得这个是你观点啊，伟康？你观点不是他们下令啊？我很肯定的告诉你，肯定是他们下令。没有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如果没有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命令啊，这些部队敢做这样的事情啊？他都知道你的家里没有什么人的吗？他们有 intelligence 的吗 ？Before 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很多 groundwork 的嘛。今天警察和反头委员会在玩什么？玩足球赛。什么足球赛？这球你踢给他，他踢给你，你踢给他，他踢给你，在那边踢来踢去。你把那个 CCTV 播放出来，就谁用枪指我的，就控告他们就好了吗？是他在和我玩这不那些 bug， 你知道吗？你觉得当局啦，他们有这样高的一个指令来去？肯定啊。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这样子做？你觉得你给他们，我就给他们太大的破坏，太大的影响。真的，因为毕竟你看沙巴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大家知道，就是西蒙输到完只是那一席，那一席其实也是内陆的，那一席是青蛙王子也是内陆的，行动党8比0。你相信他们在选举之前的前2天，他们大概能知道成绩了吗？会怎么样？毕竟警察啊，全部的这种执法部队都是在他们的在西蒙的权力之下嘛。我相信这种部队。都已经执法部门都已经大概已经有告诉了安华到底成绩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但是我个人觉得他收到这些报告之后可能很生气了，他很生气，所以他想把我毁掉，因为毕竟人是冲动的嘛，每个人都控制不到他情绪，你知道吗？尤其是你把Samsul Iskandar也搬上台，对于安华来讲，简直就是啪啪的打脸。对，他说的马达尼有多么的清洁，多么的干净，多么的漂亮。现在有一粒很大的大便在这个马达尼的招牌上面，就是 Samsul Iskandar，身为他的高级政治秘书，他是整个内阁的全部部长的政治秘书里面，他是高级。如果你去看我们的首相署的这个 website， 你看的是第一个，他是高级的，其他的政治秘书都是 under 他的。都是在他之下的。我们来讲一讲 Samsul Iskandar 了。如果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你当然是没有办法直接见到安华了。对，像现在这个就是 Samsul Iskandar 他的那个功能了。对，他现在就出来去拦了整件事情，他就变成了一个防火墙。对，这样的一个。但是他替死鬼了，你问我，他直接是替死鬼，但是他也是逮谁的？你问我，说真的，你相信安华完全不知情吗？安华一定知情，100%知情，因为所有Samsul做的事情肯定会知会安华，肯定会得到安华的我们讲 blessing 啦，
这个当然只是你的片面之词了。对呀，这个是我片面之词。我片面之词不是没有根据，你知道吗？你们要看高级政治秘书的工作，如果你看回他的这个工作的我们叫的scope 啦scope 啦，然后我们叫手册手册，高级政治秘书工作手册，就是要帮首相解决问题的嘛，解决这些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嘛。你要明白他是在首相署里面第二个人，你知道吗？首相下来，如果首相出国，首相什么呢？什么人都其他人官员都会去找他的，因为他就是首相的左手嘛 ，Chief of Staff 啊。对，所以他一定有告诉首相。还有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讲，有视频，那个女孩子叫做 Sophia 现在是什么地位？她在是反贪污委员会的证人。为什么反贪污委员会承认她成为证人呢？因为他们经过了调查之后。反贪污委员会肯定做了很多调查，这个人所说的东西是正确的。所以当反贪污委员会承认了他是证人之后呢，代表他所在这个视频里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用我去证明了，不用其他人去证明了，因为反贪污委员会都已经承认他是证人了。当反贪污委员会承认了他的身份是一位证人，就是说代表着他在视频里面。那个 video 里面视频里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嘛？你想象他的视频已经viral 的公开了几个，还是3个对吗？如果没有记错，有3个对吗？所以代表着什么？大家都会去评估嘛？为什么突然间他是反贪污委员会的证人？不是我说的很多事情是 Sophia 说的，是 Sophia 说的，首相知道，然后过后Samso 有告诉首相。这些全部是 Sophia 说的。你怎么联络到 Sophia 的呢？是之前已经一个朋友介绍的。好一个朋友介绍，然后过后他和 Samso 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以前大学同学，然后就经过 Sophia 去认识到 Samso。其实我找 Samso 的目的是因为我要他帮忙我收回钱而已，因为我觉得沙巴是一个很恐怖、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啊。很恐怖了，我觉得我不适合在那边做生意了。你是第一次涉及沙巴的，在沙巴做生意吗？对，第一次而已。第一次就遇到老千了，就遇到老千。其实我告诉很多人这个根本是个诈骗。但是他如果安华给我如果说是一个诈骗呢，就变成我是受害者，他们全部就会被 charge 被控告。所以政府不这样子做的，他一定说这个是一个贪污，他一定会扯我变成我是贿赂的人嘛。你在沙巴，其实你在这一行这样久了，你对沙巴人物那些政治人物做的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你有希望得到什么回报的吗？还是你已经是觉得它只是一个入场券这样子而已？我没有想过，你当时是怎么想？我没有想过这个年代啦，社交媒体那么广泛的年代啦，还有这样子的用这些方法去拿钱，这些方法和收保护费没分别的。问我。这些方法就好像在墨西哥在哥伦比亚这种毒贩参政，然后流氓行为你给我感觉到，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年代他们还敢这样子做事情。我给的钱，我拿到什么？我到今天我没有拿到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项目，没有执照，这样子你怎么说我贪污呢？你怎么说我给贪污呢？我拿到什么？贪污上面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说这个因素 element 就是你得到什么回报。比如说现在你冲一个红绿灯警察捉你，你给他一个100块，为什么？因为你叫他不要开这个罚单给你，对不对？不要开3万给你嘛。在我的事件上面，你还没有犯错我拿到什么？我连错我都没有犯我连东西还没有拿到我1毛钱没有拿过政府的。我已经在很多个podcast interview 好像这样子谈天，我讲了很多次，我挑战政府，我挑战反贪污委员会，告诉我拿到什么，我拿了什么好处？没有一个回答过我。如果我今天做的东西是错的，我每次都讲我是错的，我敢报错呀。我都没有拿到好处，我根本没有赚到任何东西，怎么是属于一个贪污呢？现在政府很明确告诉大家，尤其是安华。昨天他在国会所讲的东西的事情，他是在告诉大家，你去举报到他的人，你就惨了，你就会被牵涉，你就变成是给贪污的人，你是贿赂的人，很明确告诉了你，
只是他的方法不是很直接，但是他是用比较圆滑的方法告诉你，给的人中，收的人中 ，OK 中控告，这样子以后谁要去举报贪污啊？没错，比如今天我打个，比如我今天喝醉酒，我驾车，然后警察要捉我，他要捉我愿意跟他回警察局 ，OK， 但是他在恐吓你，你回警察局你可以坐牢5年啊，什么啊，然后这一辈子就完蛋啦，一路去想办法去施压你，去威胁你，然后要你来给人5000块，然后你就给了他一个5000块，你有做错，你喝醉酒，你是有做错，但是你给这个钱是因为你给他威胁，给他恐吓到你。其实可能喝醉酒最多罚款1万块钱，或者是坐牢1天2天，没有那么严重要去到5年的坐牢，或者是没有一辈子就完蛋了，他一路吓你恐吓你，这样子你为了你给他恐吓到你已经怕了嘛，你发呆了嘛，你就给了人家5000块，然后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醒了之后，你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之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就去举报。你举报，你就给贪污啊！你喝醉酒是错，对，好像我的事情上面错，问题是给这个贪污，给这个钱到底为什么？我就讲了，你要把它分成2回事，你知道吗？你不可以把这个整个事情放在一起，你知道吗？所以安华想尽办法要 sabotage 破坏我的 sabotage 破坏我的这个 credibility 我的诚信我的信用，因为他知道如果我继续这样子吵呢，西蒙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危机，行动党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他想尽办法都一定要扯我进去，要显示着我是一个坏人。我刚才所讲的这样子，如果你给了钱，我做那个喝醉酒的事情，你给了钱之后给个5000块，起码你是在这个事情上，起码他是先喝醉酒，对，但是在你的事情上，你是什么都没有。我打的比如都已经是这个喝醉酒比较高了，他所做错的事情，你明白吗？他所做错的，他的行动都已经是一开始都已经错了。因为我不要观众觉得，我一路在狡辩，我一路在辩护，所以我说的是比较直接的。这样子，我要问你刚才一个人呢，我们说刚才喝醉酒的人呢，他去反贪污委员会举报，他说我是因为喝醉酒，然后我被他们恐吓，被他们威胁，我当时我一个人，我很怕他不给我打电话，不给我联络家人什么，他要求我拿钱，给钱就没有事了。这样子我没有办法，知道我已经给了。我问你，在这个情况下是谁错？其实警察要你给钱，他就是要你扯你下水，对，就跟他成为一个共同体。对了，就是安华现在自打嘴巴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谁要去举报以后，你不是在给这执法单位更大的勇气去贪污吗？没错，他们就会更加勇敢的去贪污啊，因为知道只要你给的也是错，这样子我就威胁你，你给的我更多，你错的更多，这个国家会完蛋了，这个整个制度会完蛋了。我们的行动党在哪里？我们的火箭在哪里？在这个事情上面不见了，消失了。火箭你们在哪里啊？你明知道这个是错的吗？在安华所讲的东西都是错的吗？刚才那个，因为他还有喝醉酒，你知道吗？我给的这个举例啊，我这个举出来的这个例子啊，他还是做错事情，你知道吗？我在我这个事情呢，我拿到什么？曾经在网上呢流传的一张照片啊，那个照片当然是 fake 的啦，人家拿出来嘲笑火箭的。如果现在火箭还是在野党的话，对 ，Albert 他一定是会被10几个议员围着一起出来开记者会。对，我有看到，我可以再加多一些吗？那边写着的那个内容，杨小双会抱着我的太太在那边哭。然后杨小双肯定还有杨美英应该是抱着我太太那边哭。然后倪可敏还有陆兆福应该是在我左右边。如果他们还是反对党的话，这整个他们安华所说出来的东西，你们去狡辩的东西根本都是错的，根本都是错的。我刚才所打的我打的比如那个例子你怎么解释？没错，这样子反贪委员会就说警察也错，你给的钱也是错，因为你有给钱。他不理你从什么情况下面，只要你给了钱就错，完蛋这个国家。以后执法单位就更勇敢的，更有这个我们怎么说更有这个体制去贪污。
谁敢举报？那么我问回你了，在这个情况下，你经过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觉悟？你觉得我们的法律应该要怎么改？一样而已，谁举报，谁举报钱，不理你是收钱或者是给钱的，谁去举报，你就是被保护，谁没去举报的就会被提扣，永远没有人再会贪污了。所以不要听首相安华所说的，那些都是废话来的，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整个过程。我是一个经过了多少次在反偷委员会进进出出下口供被调查谁举报先？如果今天我和伟康，我就给你一个1万块，你收了钱去举报，就我会被控告，而你会被保护。如果我给了你一个1万块，我给钱了，我去举报，你就被控告，我就被保护。这样子以后谁还敢贪污？每个人都会在想吧，你给了我钱，或者我收了钱，会不会被举报啊？这个还是真正的把这个贪污连根拔起。这个建议乍听起来很不错，对因为大家都有互相的把柄的话，大家就不会去踩那条红线。我和大家讲还是有观众讲如果哪一个党派，哪一个政治党派可以给我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承诺，会把这个吹哨者法令改去我所讲的呢？我的提议呢，我会支持那个党做了政府，把这个吹哨者法令改掉，不要像现在这样子根本都是由反贪污委员会来去审核，到底这个人适不适合做吹哨者。反贪污委员会是在谁的笔下？都是在首相安华的下面。没错，它是整个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对，所以你想下，安华我可以这样子说的，如果directly 啦directly 和 indirectly， 反贪污委员会是 indirectly， 就是在首相的这个管理的范围之中嘛。反贪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来的。对，它的确是可以让很多政治人物、你的对手、你的政敌被搜身。对，真的，他可以找任何的借口来去打扰你，去调查你。但是我是非常同意你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建议说如果有一个贪污的情况出现，谁先举报，谁就先被保护。对，我想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idea。对，这样子会弄到大家怀疑，各方怀疑。当你有怀疑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再收贪污了，或者你就不敢再给贪污了。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而是最直接的方法。那我还是在想问一个比较可能一个私人的问题。没问题。这个一般上你们要去给捐款的时候，你们都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的？现金就是现金肯定难道你讲要transfer户口没有可能嘛？除了纳吉到个亿17个亿记得吗？对，以前外汇币的时候6亿美金6亿美金那时候是应该17或者是20个亿嘛进户口嘛，对不对？没有啦，全部都是现金了，肯定要你拿现金了。所以你现金，所以好像说我们的前首相这样子在家里守出那么大量的现金，对呀，其实就是有那个问题出现。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现在原本是拿200万，其实有多一个大的 gift， 你们出国的一个大的 gift 就赚到完200万了。200万。你看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Dana Politik 的这个 act。 没错，对，这个政治奉金的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尽快把这个法令政治奉金的法令带去国会，我们可以变成以后加上美国这样子。你看美国我们Elon Musk 他是直接 open 的捐款给特朗普的，对不对？但是特朗普也不是直接进了特朗普的户口，他是有一个叫做 Super PAC 的机构去负责统筹整个东西。所以这样子才是好的，这样子就叫政治。为什么你要一些大公司要支持一些政治人物？肯定在政治上也需要用到钱。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为什么要搞到偷偷摸摸呢？还是这样子的？你的大公司，你要捐钱给一些政治人物去
去执行一些政治活动，为什么搞偷偷摸摸呢？现金啊，这样子啊，收在家里啊，为什么？是不是那个政治人物他自己贪心，他可能收到商人的100万，他才50万进自己口袋，剩下的50万才是去处理真正的这些政治活动。除了我这个说法，我相信为什么你们要偷偷摸摸呢？为什么现在所有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不要去立这个法呢？对，为什么？因为只要你立了这个法呢，以后你就没有好处了，你就再也不可以贪污了。我在我们国家面对到很大的问题是，不理你谁上都好，贪污是解决不到的，这个就真的是消灭不到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曾经支持西蒙的人啊，一个很痛心的一个现状来的。对，当然也可能也觉得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比如讲行动党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做过什么？没有出过声，到今天没有出过声。有啊，他们出声骂你啊，出声骂我。你想一下，当时候你们是靠什么上台的？你们多么的大声说反贪呢？反贪这个口号，华人对于反贪污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华人是很注重这个课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觉得不公平，在马来西亚。当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会比较讨厌贪污。很多华人做生意没办法，你要给贪污，这是我们的社会的一个风气，还有一个制度，一个看不到一个制度隐形的制度。行动党3年了，3年多了，我看到他们也已经开始接受所谓的这个贪污的这个制度这个文化了。没错啊，他们也不想再去改变了。你看那个郭淑庆的那个助理就这样子就明目张胆的就捞油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罢了。你想象如果这个行动党倒了之后呢？如果明年年尾吧，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的选举如果行动党倒了之后呢，我相信会挖新一任的领导人呢，上位的领导人肯定会把行动党在这3年4年里面有牵涉到的贪污案件把它挖出来。我觉得一定会的。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在行动党里面到底有谁涉及贪污。作为一个现在挑战执政集团的人啊，你有没有对马来西亚的司法有信心？你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审讯？我对司法说真的不是很有信心，我对我的律师团很有信心，因为我现在的律师团都是当年 defend 安华的，维护安华的律师团。2009年、2010年安华第2次被控的时候，这钢交案的时候，就是这班律师，除了卡巴星已经不在人世了，去世了，其他的整个团队现在过来帮我。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安华在这个事情上面很不对。当年他们帮了安华那么多，他们希望安华是可以救这个国家，反而这安华令他们很失望，所以他们来帮我，希望我有这个感觉到有安全感，舒服，我可以继续去斗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成为这一个政治底下的牺牲品的话，最坏的打算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最坏的打算可能面对牢狱之灾啊、罚款啊之类的。所以当我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就没有怕过了，因为你怕，你这条路走不完。我告诉大家，我不懂那个，我不是很骄傲啊，不是自大，在我心目中，在我头脑里面没有怕的这个字了，这个字也完全没有出现过了，只有勇敢的继续奋斗。洗濕咗我頭啦，洗濕我頭，洗濕埋個身啦，全身濕晒啦而家。所以接落嚟就和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活就是你死了。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了。我是说，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马来西亚人，他掌握了高官的那种贪污的证据了，如果说他在看着你的经历，你会劝他？肯定，如果还有下一个人看到在我的经历，他肯定不会出来。没错，他肯定觉得这个政府，他肯定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他肯定觉得如果爆了出来啊，我还好，因为我很高调，可以保护到我，没有人敢动我，因为我太高调了。如果谁来动我，那个人不是那么容易要动我了。如果他动我的话他可能很快就被媒体找出来，
很快会被警察查出来，很快会被人肉搜索出来。如果动我的话，所以如果有其他的人，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你知道吗？很多生意人都遇到那种这样子的老千遇到诈骗政府老千，可能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治人物，他们不敢站出来，他们看我的事情之后我来举报，对我给了钱我来举报，我还要中 charge， 还有很多的，所以安华是很明确，西蒙是很明确给你一个一个 signal 一个信息你不要出来举报如果你举报反对党举报回教党土团党没有问题，立刻把你称为是大英雄，立刻把你称为大英雄还不用紧，还立刻可能你去这个反逃委员会有咖啡红色的咖啡但是如果你举报他们的人，他就想尽办法去污蔑你，明白吗？他们要永远保持的好像他们很廉洁，但是其实全世界人看到他们根本有很多大便，他们身上是很臭的，对不对？那你有什么想跟那些人讲呢？不要怕他们，因为这个年代已经是社交媒体的年代。你看在我这件事情上面昨天安华讲一句话，不要神化我。他是首相，你知道吗？他讲这句话，不要神化我成为一个英雄。他的口中说出来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已经知道外面很多人在神化我成为英雄。所以不要怕他们。这个年代纸包不住火了。可以好，这个年代已经是纸包不住火的，我们敢对抗他们。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一定有报应的，可能1年，最迟1年，可能8个月、6个月，他们就会完蛋了，他们就结束了他们这个执政的这个生涯，他们生涯执政的就会结束了。到时候新的政府上来，又再重新挖安华所牵涉的贪污，行动党所牵涉的贪污，肯定的。所以不要怕他们，只要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上天会保护我们的。去，你自己本身有宗教信仰的吗？没有，我讲真的。但是我很多时候我相信天意啦，很多都是天意，就好像为什么从沙巴可以烧到来布城，很多都是天意的。那上天好像一只手在后面特地去推你的。我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其实很多人想问的，他们说这是敦马在背后支持你去做这个事情的，你可以跟观众解释一下你跟敦马的关系吗？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牵涉拉敦马进来。你想下，如果一个这么大的预谋，那么容易的去设计吗？你要设计用多少年的时间来设计？是不是看了太多香港电影了？会不会给电影影响到呢？我们说的是从2021年年尾到今天，从沙巴烧到布城，可不可以每一样东西都是在你控制里面？不要这么天真，给这种香港电影阴谋论影响到你。不要去神化，就像我讲的这句话，不要去神化敦马，不要去神化敦马成为这个，不要给他一些 credit， 好像他一个100岁老人家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这些事情都是我 Albert Day 做出来的，你知道吗？不要把我做出来的成就我的 achievement 给了敦马，你知道吗？我认得我，你知道吗？和敦马完全没有分。他现在是敦马被人吹捧，你知道吗？好像讲到好像神这样子，你知道吗？可以在2021年开始安排整个策划这个阴谋。Hello， 有这么简单吗？对不对？他也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不需要，他也不需要。其实敦马在我这一个斗争里面敦马也是其中我的一个武器了，可以这么说了，真的是我其中一个武器了。伟康看得很对了，真的是我其中一个武器，因为我知道安华害怕什么，我知道当今政府害怕什么。你给一个蛇咬了，你永远怕条蛇了，就好像安华这样子，他被敦马咬了几次，所以他对敦马这个名字会感觉到很恐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情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情真的不要吹捧敦马不要神化他，和他无关这个事情好，所以非常感谢 Albert 啦，这是你在百忙之中真的是在百忙之中，因为我相信你还有很多事情你要在忙的，然后
可以邀请到你来我的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好过你真的是在外面听人家讲这个东西，你自己从你口中讲出来。对，所以到最后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跟观众去呼吁的吗？如何要我可以继续去奋斗，去讨回这个公道呢？就是要在政治上有改变。如果还是安华还是西蒙做政府，他们都会走回现在的路，给大家一个错的一个感官啊 perception 啊，就是他们根本不是在打贪，他们在支持着贪污发生。更多有权利的人更加会参与贪污，因为知道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有给钱你就不可以去举报，所以要如何把这些错的这些发生的事情把它消灭掉，就讲要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就一定要从政治上要把他们推翻，要把现在这个西蒙政府推翻，换一个新政府上来。如果新政府也做不到，我们就把新政府也再推翻5年后，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嘛，我们换到真正的可以做事情的人，真正的是有心有诚意要打击贪污的，而不是那边用打击贪污来成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个舞台，明白吗？就这样子而已。感谢 Albert 的这个感言啊，对感言啊。所以那今天呢，我们的访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今天Albert讲的东西，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欢迎在留言区呢留言，在 Facebook 也好，在 YouTube 也好，在 TikTok 也好，你留言Albert都会看得到。你会中文的对吧？会啊，我会中文的，我会中文的，对，我会中文的，而且有受中文教育的。令我很震惊的，你的马来文说得非常好，真的是令我很羡慕啊！对，从小到大我都是我在马来的乡区长大嘛，在关丹一个叫做 Besar 的一个渔村长大嘛，所以我小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是马来人，所以我很小时候都会说马来话了。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只要他上的节目呢，无论是中文的或者是马来频道那边呢，支持他的那个声音其实不少的。我可以跟你讲，马来文的啦是99%支持着我的。所以为什么在安华就讲你们不要神化 Albert Day， 不要神化刁建成，他是很担心，他感觉到他感觉到威胁了，他已经感觉到威胁了。所以我说你做的事情是错的，你怎么洗怎么兜你兜不到的，还是现在他做的事情啊，不用我去说这么多的，有网民来看啊，好，对不对？好，那今天再次感谢 Albert， 谢谢你，抽空上来，谢谢 Albert， 好，再见了。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议题。那我是李伟康，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个影片再见。